GDP 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衡量经济健康的数字，还因为它在政策制定和国际比较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在二战后的美国 ，GDP 成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依据。通过观察 GDP 的增长率，政府可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或不足，据此调整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等。此外， GDP 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用于评估不同国家经济状况和制定援助政策的重要指标。然而 ，GDP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它无法衡量环境健康、收入不平等和生活质量等因素。一些国家，如不丹，已经开始探索更全面的经济衡量标准，例如国民幸福指数。此外，对 GDP 的过分依赖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忽视其他重要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对 GDP 的深入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政策选择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在追求 GDP 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忽视农业和环境保护。这种偏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城乡差距的扩大和环境污染的加剧。此外 ，GDP 的快速增长有时也是以牺牲长期福祉为代价的。例如，过度的工业化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当我们谈论 GDP 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一个冷冰冰的经济数字，而是在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政策选择和未来前景。GDP 的故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概念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某个具体国家美国如何利用 GDP 这一经济指标来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影响该国经济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 GDP 的变动对全球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工厂闲置，失业率飙升，银行倒闭，整个国家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GDP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这些措施后来被统称为罗斯福新政。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增长，减少失业，恢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并通过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机会。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修建公路、桥梁和学校，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此外，新政还包括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如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来保护储户的存款安全，以及实施证券市场的监管措施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政府成功地刺激了经济增长。GDP 在1930年代后期开始回升。尽管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 GDP 的增长最终帮助美国摆脱了大萧条的阴影。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 ，GDP 作为一种经济指标，在危机时刻可以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除了直接的经济刺激措施外，美国还通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也间接地推动了 GDP 的增长。例如，社会保障法案的通过为老年人、失业者和残疾人提供了经济援助，这不仅提高了这些群体的生活质量，也增加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从而刺激了经济。然而，美国政府在利用 GDP 指标指导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挑战。例如 ，GDP 的增长往往伴随着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这使得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 ，GDP 的增长并不总能反映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这意味着，即使 GDP 增长了，也不一定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利用 GDP 指标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不仅成功地帮助国家走出了经济危机，也展示了 GDP 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也揭示了 GDP 作为一个单一经济指标的局限性，提示我们在使用 GDP 指导政策制定时，也需要考虑到经济增长背后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继续前文，我们看到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罗斯福新政，利用 GDP 作为重要经济指标，成功地应对了大萧条的挑战。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逐渐实现了转变与复苏。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一转变的具体内容及其背后的意义。罗斯福新政下实施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效地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公共工程项目不仅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增长。随着就业率的提升，人们的购买力增强，这进一步刺激了消费需求，形成了一个积极的经济循环。在此期间，美国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制造业和建筑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服务业也开始逐渐扩张。同时，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除了直接的经济刺激措施外，政府还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和规章，比如证券交易法和银行法，来加强对经济的监管和控制，确保类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不再发生。GDP 的增长还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提升。随着经济的复苏，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这些都直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为老年人、失业者和残疾人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变并非没有代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大幅增加了公共支出，导致国家债务的增长。虽然短期内这种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长期来看，高额的国债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一个潜在风险。此外， GDP 的增长并不总能代表所有人的福祉提升。尽管总体经济增长了，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显著缩小。这提示我们在追求 GDP 增长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社会的整体福祉。总体来看，美国在大萧条后的经济转变展示了 GDP 指标在指导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和刺激措施，美国成功地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然而，这一过程也揭示了 GDP 作为一个经济指标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反映社会福利和长期可持续性方面。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中，需要更加全面和细致地考虑 GDP 增长的各种影响，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美国在大萧条后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仅对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模式。首先，美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政策成为了许多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借鉴，尤其是在二战后，许多欧洲国家在重建自己的经济时，参考了美国的经验。例如，马歇尔计划及欧洲复兴计划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欧洲国家重建战后的废墟。这不仅促进了欧洲的经济恢复，也加深了美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外，美国对于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的严格监管，为全球经济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许多国家在建立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时，都借鉴了美国的立法和制度，例如证券交易法和银行法等。这些法律的实施，有效地预防了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减少了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然而，美国的经济政策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和反思，例如高额的国家债务和对外经济援助，使得一些国家对美国形成了依赖，影响了他们经济自主性的发展。同时，美国模式的复制并不总是能够适应其他国家的特定国情，有时甚至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和经济失衡。美国的经济政策还影响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结构。
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它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往往受到美国的影响。虽然这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但也引起了一些关于全球经济治理公正性的讨论。总之，美国在大萧条后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仅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展示了 GDP 指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和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在未来，各国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特点，发展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美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 GDP 增长以外的多种因素，如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和经济的长期健康，才能真正实现全面且平衡的发展。